嘿，大家伙早喽！1月24号星期五，距离周末的半马比赛还有2天。你看这个地方差不多就是起点。但这些运输的车可能运的就是周日要用的东西，我猜可能是。到时候这条路会一直从这儿往那边全都是选手，因为人还是挺多的。今天出来的也晚，因为录像天气得亮一点，今天跑得少。一会儿绕这一圈进到大阪城，做几组速度感的训练。今天跟大家分享半马赛前这2天或者3天应该有什么要注意的，或者是最好要做的事情。看天刚蒙蒙亮，半马前基本上前3天做做准备就行了，就不管是不是目标赛事，半马前都可以前3天做做准备。如果是全马的话要早一些，全马之前都说过，其实半马也说过，就从周4开始，如果是周日比赛就减量，但是减量有2种途径，一种途径是你干脆就比平常少跑就好了，还有一种途径就是我昨天的做法。昨天我是第2个训练日，正常情况下早晨应该至少是21公里，但我早上就跑了16，然后下午又跑了3公里轻松跑，最后呢稍微加一加，就是你不要让你一次训练把你弄得太累就好了。就有的时候你一次跑20和一次跑15是完全2个体感，就原则是周4就别太累了，然后周5周6就是今天和明天就不宜做正式的训练了。今天的话呢，把量减到平常的1半，比方今天我的计划就是10公里多一点，然后呢做几组冲刺，我们一会儿就开始，大概200-300米一组。我今天的计划应该是200米一组，就是200快200慢。我没有设定手表，就自己看就好了。哎呦，后藤先生。然后明天就是轻松跑，明天早上咱们有一个早餐跑，8点半在烘焙店，再预告一下。哎呦，大妈！那现在是5.3，那我们就5.3就开始到5.5，你也不用冲到全力以赴，就是找一找速度感就好了，就像我这样。就是不自己就不设置手表的那个提醒，老得自己看。差不多啊，5.51，也不用那么准。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哎呦，就是你从周3结束之后，像我周3有一场合练，周3结束之后就不跑速度了。但是呢，你周日你再怎么着，就算你是个娱乐比赛，你也得跑点速度，得习惯跑快是什么感觉。但是不宜过多，不宜过猛。为什么这么跑呢？就是200米距离不长不短，有点累，然后呢你也能找到已经冲起来的感觉。100米就太短了，300米我个人判断，就对我现在的能力，300米有点太长，所以它会增加意外受伤的风险。就这样，马上了5.7了，走。或者比方说像这组，你想简单点就冲到6公里，让手表提醒你停就好了。
也不差那100米，就轻松随意就好。这还都没布置呢。那我们冲到多少？3分25，就很可以了。你看，现在260米，就觉得比那200米要累了。好，这样冲几组呢？冲个4组、5组足够了，就累计加起来有个将近1公里，就快跑距离，基本上就足够了。看这位也好快啊！我要是能跑成那样的步幅，我还能再快15秒平均配速，和我的极限配速，我觉得，但是做不到了。还有就是间隔基本上最好就是200米，再长就有点长了。就是这5组最后是一个体感是越来越累的状态，就挺好。现在不停地得看表，还有10米，走。这组又冲200米，冲到6.4。等等，哎呦！OK， 这组冲进3分20了，你感觉就是找这种感觉，然后到时候你比赛的时候呢，跑3分30多，就不觉得什么，觉得还有那个感觉。你要是间隔了4、5天都跑5分，你比赛要上3分30多，你可能上来觉得压力大了。跟蔡先生聊会儿天，一会儿咱们再聊。刚才又来了一个200米，已经4组了，还有最后1组吧，就结束。到7公里开始下一组，下一组也可以考虑加长，也可以考虑变短，加长就慢一点，变短就快一点，或者就还是一模一样。到比赛那天就是这儿，现在我跑这块儿一溜都是存包车，走，就现在这儿，还蹬，就越往我现在前进的方向，那个车的号越小，就是你比如1号车就在我前面这儿，然后入场就是这口就进去了。OK， 200多米。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好专业的样子。这就结束了今天的训练，然后慢慢跑回家。现在是7.3公里，从这儿跑回家大概3公里，10公里结束训练。礼拜天的时候，大阪城这儿虽然它写有封锁什么的，但是其实就很松散的，
就基本上您的家人朋友可以跟您到集合区域都没问题，就是整列那区，这些应该是来比赛的。看没？一般靠右边跑的都是从不是左行的地方来的。然后这两天还有什么呢？就是不需要做饮食，完全不需要。半马不需要碳水超补啊什么的都不需要，正常吃就行了。可能唯一需要注意的这一点，在国内参赛的小伙伴应该用不上，就是赛前那天，就比赛那天，因为国内的半马比赛也都特早。像这边的半马比赛一般都是这个季节，还挺冷的呢，所以都起跑晚，都是中午。周日的比赛中午12点起跑，就是当天早上起来，你就别正经吃午饭了，因为12点起跑，就早上起来吃2顿早饭就好，还是以碳水为主。如果是参加一早出发的半马呢，基本上只需要前一天稍微做调整，前一天中午多吃点碳水，然后前一天晚上呢就少吃一口，千万别吃多了。尤其是半马比赛，半马比赛不需要那么多，因为你看，如果您不追求成绩，能力还不行，还有点微胖，那就无所谓。如果是您半马已经开始追求成绩了，那差不多精英身材了，1公里跑下来消耗个60-70千卡，一场半马就是1100左右。1100，说实话，您就算是空腹晨跑，能量也够，只不过就是觉得没劲儿而已，就不用担心能量不够。所以半马前不能觉得太饱。之后能量补给，我的建议是起跑前10分钟吃一个能量胶。像全马一般我都是起跑前2-3分钟再吃，因为全马太长了，就是你这样的话往后让能量往后错一下，半马提前10分钟或者15分钟都可以，就让你起跑的时候能量胶已经吸收了。起跑那只就吃普通的。之后呢，2个策略，我经常用的策略就是只吃一个，中途只吃一个，在10公里的地方吃一个咖啡因的。还有一种策略就是您可以考虑吃2个，就是7公里、14公里吃，各有好坏，还可以考虑不吃。就这3者，我觉得对成绩的影响，如果单从科学上来说差不太多，因为其实你不差那100千卡的热量，现在可能有能量胶130，对吧？但是呢，它是就还是那感觉，能量胶吃下去的之后的那10分钟过了以后，在未来的1刻钟左右，跑起来是比较舒适的，就是有糖进到血液里。从这点上来说，帮助是很大的。所以这次我打算试试吃2只。因为我还没有在半马比赛中吃过2只，我之前吃1只的体感是，我觉得，就够了。因为我属于比较能顶，但是这次不想跑得太辛苦，但是也有坏处，就是半马比赛太激烈了。你们记得去年大阪半马完了，我说我腿上撒好多能量胶，我当时都不知道。我以为都吃进去了，其实没有，因为你根本就控制不好那个手的力量，然后你撕又费劲，这天冷。半马比赛那天，争取能不戴手套，应该是可以不用戴。半马能不戴就别戴，撕不开。这就跟不会做面点的人包包子，或者说做面食、做蛋糕、做要塑形的东西似的，你就控制不住，你那另外一只手就使劲了，就捏扁了。那天就是能量胶，后来才发现撒了得有1勺半，
都没吃进去。所以吃2个的坏处就是，也许半马太激烈了，你可能影响你的节奏。但是也有好处，好处是你第一支在7公里吃，就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7公里的时候还控制力还好。主要就是第2支，这个我周末亲身试一下，再跟大家分享。然后电解质就中途完全不用补，你就赛前早上起来，你可以在早饭的时候，就比方像我这种啊，就中午起跑的，我的计划就是早饭吃的咸一点，然后呢，第2顿早饭，比方说9点多钟的时候吃完，到10点11点起跑前1个多小时吃一个盐丸就 OK 了。或者现在不有那种液体盐丸吗？那种您可以就起跑之前吃。当然那种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经验，就是如果你肠胃不好，就胃不好的话，那个最好就点东西吃，那挺刺激的。像这种冬天的比赛，是不是问题不大？这是我的经验，其他的就没了。然后半马其实没有那么多讲究，一切都顺其自然就好，因为很短。行，咱们训练后聊啊。1月24号星期五清晨7点多了，训练结束。今天出去的晚，就跑了差不多10.6公里。因为赛前2天像刚才说的似的，这就比较合适，就是今天和明天加起来的距离别超过1个半马。就不管您是要成绩还是不要成绩，只要是要参赛的小伙伴，就按照这个来。就这2天差不多减半吧就可以了，跟您平常比。然后你平常如果就跑10公里每天，那这2天加起来就跑10公里也就够了。我觉得赛前冲击组这个心得是一个带引号的挺了不起的我的一个经验总结，尤其是短距离比赛。短距离比赛赛前冲击组特别有帮助，对赛场上的状态。但是我的建议就是今天就别明天，就别赛前1天，就隔1天，然后明天休息就好了。如果是全马比赛的话，这个也挺重要的。虽然全马对速度要求没有那么高，你冲的速度可能就不是像今天这样跑进3分20了，对我来说就是跑进3分40就 OK 了。但是全马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全马的减量周期更长，你可能会更觉得好像状态在下降，没有那感觉，是不是？我把今天冲这几组的数据贴在屏幕上，但是应该看不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吧。就看到这个配速曲线就好了。最快冲到3分10，最快的当时的瞬时配速是3分10。因为我没有摁那个手表的记圈，确实是看不出来。差几句没电了，跟大家再录个结尾。最后再通知一下，明天早晨8点半在大阪城的 Baker， 最近的地铁站是森之宫，森林的森，然后之，你要是打中文就是之，然后宫就是宫殿的宫，那个车站是最近的，下车大概100多米就走到了。行吧，那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明天再见。